这部番主角堪称性转版古王方舟地球网络版虚拟现实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以高度的自由度和无限成长值吸引了大批游戏玩家。玩家的创新进取也让这个世界无限扩大。渐渐的，玩家们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国家之间不两立，很快战争便打响了，动荡的时代就此展开。最容易成长的战士成为主要战力，不会近战的法师毫无用武之地。法师的寒冬到来，直到阿尔凯特王国的出现，无处可去的法师们聚集在圣骑士所罗门麾下，共同振兴了这个王国，并出现了9位格外突出的法师长老，并尊称为9贤者。其中最受所罗门王信任的是召唤术师邓布利夫，被称为军事邓布利夫。一天，邓布利夫受所罗门王接见，要求他去消灭聚集在城外的1万只魔物。敌对国家趁着他们国内人员空缺，正指使魔物入侵领土。邓布利夫沉着领命，不过下一秒就不顾形象地瘫在了国王的书房里。原来这俩人都是游戏玩家，对外扮演威严的国王和强大的法师，对内脱了皮就是多年的好基友。他们这群玩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零开始艰难地创立了阿尔凯特王国。说到这里，所罗门不禁再一次吐槽起邓布利夫的捏脸角色。邓布利夫不满，这可是他在看过无数电影之后确定的最理想的法师角色。我赌5毛钱，你看的电影一定有哈利波特和指环王。小伙子年纪轻轻，居然还是个老头控。说回正题，1万只魔物即将来袭，就算是强如邓布利夫，也没有办法同时操纵1万只魔物。估计是又有玩家创造出了新的法术，这正是这个游戏的独到之处。只要愿意创新，就会有无限的可能。和所罗门闲聊了一会儿后，邓布利夫动身为消灭魔物做准备。毕竟是亲手创立的国家，可不能让他就这么轻易沦陷。嘱咐好助手玛丽安娜和克雷欧斯看好家后，邓布利夫来到了福岛仓库，带好装备，独自对上了城外的1万魔物大军。阵法发动，7位女武神和上千黑骑士齐齐登场。战斗歌姬自带 BGM 为友军叠加 buff， 黑骑士以势不可挡之势冲向魔物大军，女武神高举法杖，光柱将靠近的魔物齐齐贯穿。外形是橘猫的团员1号负责近身保卫邓布利夫。同为3D 的双方打得一片火热，但到底是这边数量上不占优势。邓布利夫立刻派出团员1号去扰乱敌人。在战场游走的1号很快发现了指挥魔物的低等恶魔，并向邓布利夫示意。邓布利夫暂停黑骑士，指挥女武神 AOE 清小怪，亲自下场质问恶魔受何人指使来此撒野。恶魔二话不说，朝着邓布利夫攻来。不会近战的法师不是好的召唤师。邓布利夫手中燃起火焰，轻轻一掌就将对方派的灰飞烟灭。邓布利夫加甘道夫，最伟大的巫师和史上第一近战法爷，这说明永远不要和法师刚近战，尤其这个法师还是主角的时候。首领落败，无人指挥的魔物落荒而逃。邓布利夫抬手放出大型召唤阵，出来吧我的灵魂，青眼白龙。白龙张口吐出熊熊烈焰，将大片的大地燃烧殆尽。魔物讨伐任务顺利完成，同时召唤7名女武神和1000黑骑士。这就是军事邓布利夫的势力，只要有他在，阿尔凯特王国就能国泰民安。然而几天之后，邓布利夫突然神秘失踪，这也成为阿尔凯特王国最大困境的开端，以及这款方舟地球游戏异变的开始。一片辽阔的草地上，身披长老服的赤裸少女睁开了眼，也不知道是不是声优迟到，还是剧组穷的请不起。以下所有内容全都是只有 BGM 的默片。少女惊悚地看着自己身体的变化，明明是在游戏中，但周围的一切实在太过真实。美不胜收的风景，拂过脸颊的风，她闻得到花香，尝得出草的味道。少女穿好衣服离开森林，一拳打飞偷袭的魔物，最后来到了阿尔凯特王都。王都的变化让少女目瞪口呆。通过街边橱窗内的水晶球，少女看清了自己的样貌，不禁发自内心的感慨：老夫也太可爱了吧！原来这位白毛美少女正是阿尔凯特的首席法师邓布利夫。看着站在眼前的白毛萝莉，所罗门毫不留情的哈哈大笑。同为玩家，他早就在邓布利夫苏醒的时候，通过好友列表发现了他。不过谁能想到，拿着邓布利夫万能钥匙进入皇宫的人，居然是白毛萝莉呢？说出来可能没人相信。昔日威严法师变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背地里偷偷买化妆品给自己捏脸玩，结果捏着捏着睡着了，再醒来就发现自己变不回去了。而他这一睡，居然已经过了30年。30年来，阿尔凯特9位贤者全部失踪，所罗门一人艰难地撑起了这个国家。正说着，9贤之一的路米纳利亚推门而入，一见邓布利多变成了萝莉，当场开心地抱起来一顿揉搓。午饭的时候，所罗门仔细给邓布利夫讲述了如今的现状。从他30年前失踪的那一天开始，世界发生了巨变，和隔壁古王童老爷一样，他们的游戏登出键也被抠了，游戏变成了现实，他们拥有了味觉和嗅觉。所罗门虽然想要探究世界的真相，但是30年来，他光是维护国家就已经竭尽全力。还好10年前路米丽娜回归，为他分担了一部分压力。如今最得力的助手邓布利夫归来，所罗门自然高兴。不过在此之前，邓布利夫得重新熟悉一下这个世界。其他变化不提，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游戏的 NPC 全都活了。一脸疑问的邓布利夫刚一进家门，就被助手玛丽安娜一顿暴脸飞扑。扑完之后才发现自己扑的不是老头，而是个萝莉，当场质问他为什么
会有这里的钥匙？邓布利夫自然不能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毕竟老头变萝莉，说出去丢面子不说，还容易造成国民动荡。于是邓布利夫只好自称自己是邓布利夫的弟子米拉。他本人为了培养新召唤的精灵，正在闭关修炼，暂时无法回归。看到已经整洁如新的家，邓布利夫不是，现在应该叫米拉，感慨万分，并以邓布利夫的名义向30年尽心尽力维护这里的玛丽安娜道谢。玛丽安娜激动地牵起米拉的手，她所做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回报。见玛丽安娜居然有如此明显的情绪变化，米拉这才相信所罗门说过的 NPC 活了，一夜之间男变女。米拉打死都没想到自己一代至高法师居然在上厕所的问题上输得彻彻底底。你要是不服气的话，站着尿也是没问题的吧？结果厕所上了一半，玛丽安娜突然推门，所罗门国王急召他入宫。国内突然观测到2大群魔物，西北方的800只交给了路米利亚，北部花田的200只因为存在低等恶魔，所罗门打算交给米拉处理。既然他自称贤者的弟子，那就展现出相应的实力。好基友一对视，一切尽在不言中。但米拉打死的没想到，他就离开了30年，所罗门居然连装甲车都搞出来了。唯一的问题就是太颠簸，差点把米拉小身把的魂都颠出去。装甲车内部还安装了通讯系统，这次出现魔物的地点和上次完全相同。上次魔物出现在花田之后，当场自相残杀，就像是以死在那里为目的一样。装甲车一阵旋转漂移，将他们送到目的地。虽然所罗门看中米拉，但骑士长却并不信任这位来路不明的萝莉，更别说所罗门还把讨伐低级恶魔的任务交给了米拉。几乎是一到花田，低等恶魔就率领着魔物朝他们袭来。骑士长和风精灵配合默契，一个先用风魔法打落对方的武器，另一个趁机冲上去对着3维生物一顿乱砍。米拉很快锁定了低等恶魔的位置，果不其然，对方手上有召唤大型魔物的恶魔水晶。然而还没等米拉赶到，恶魔已经抬手释放水晶，巨大的魔法阵在半空张开，随后出现了一只巨大的公鸡。骑士长和风精灵大惊，什么？居然是会石化的可怕大公鸡！米拉不慌不忙，抬手召唤黑骑士，一刀横砍，切碎鸡眼，随后又是一刀，将公鸡和身后的恶魔一分为二。围观群众再次惊呼：贤者弟子竟恐怖如此！然而这还没完，低等恶魔的思念附到了公鸡身上，恶魔和公鸡顺便合体，附身成了乌鸡。乌鸡一展翅膀，狂风就将几人掀飞8丈远。和恶魔合体之后，他的能力变强了很多。米拉一瞅恶魔掉落的召唤水晶，脑子一想，想出个好主意，要用魔法对付魔法，于是也跟着用召唤水晶召唤出了一只黑暗魔兽。2只3D 大怪兽瞬间打成一团，场面一度非常激烈。黑暗魔兽张口吐出破坏死光，瞬间将花田轰出了一道恐怖的大坑。魔物打了半天，花田皮儿都没破，结果让友军一炮连地皮都掀了。眼看召唤出来的东西无法控制，米拉只好开启阵法，强行把人家塞了回去。随后米拉抬手又是6只黑骑士，几刀下去将乌鸡切成了麦乐鸡块。肯德基看了狂喜，比起魔兽，果然还是自家听话的黑骑士好，居然能一次操控如此多的召唤体。这下骑士和风精灵彻底相信米拉就是邓布利夫的弟子了，将结果报告给所罗门。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但魔物不断在同一地点集结，或许是想创造不死境界沼泽，大量的生命在有能量的地点腐朽死去，最终会生成大量不死生物。这明显是一场针对王国的阴谋。恶魔暗中活动，9贤者不在，距离协定期限也只剩下1年，问题堆积如山。但所罗门却显得非常开心，基友回归，他相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玛丽安娜再一次将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精心准备好早餐，只不过这一次她有了能等待的人。